你有沒有想過，你可能是這輪迴裡第一次投胎成人？我們有些人以為輪迴就是在人道裡反覆打轉，但佛經裡講的六道輪迴，人道只是其中一道。地獄、惡鬼、畜生、阿修羅、人天，一個靈魂在這6條道裡被業力推着走，每一道停留的時間長得超出你的想象。地獄道1劫，惡鬼道幾百年，相比之下，人道的壽命不過短短幾十年。一個靈魂在輪迴裡漂泊了無量劫，真正做人的次數可能屈指可數。而你現在看着這段文字，用着這句人身，你怎麼知道這不是你第一次？瑜伽師地論裡講劫生相續，當中有身滅去、神識入胎的剎那，直持母胎經血的阿賴耶識稱為劫生時。這個劫生時不是憑空出現的，它帶着潛意識所有的業力種子，在中陰身階段被業風牽引，看到有緣的父母交匯，起顛倒想，然後入胎。入胎的那一刻，它不是一張白紙，它是一座倉庫，裡面堆滿了過去無數生的習氣、記憶、恐懼、渴望，這些東西佛學上叫阿賴耶識種子，從其他道第一次轉入人道的眾生。阿賴耶識裡人道的種子是薄弱的、陌生的，而原來那一道的習氣卻非常的濃厚。這樣的人活在人間，卻像一個異鄉人，他用人類的身體說着人類的語言，但內心深處總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對勁。這些人身上有5個明顯的表徵，或者說是業力留下的印記。這些說法多半不會被寫進給一般信眾看的通俗讀物裡，而是散落在叢林禪堂的口耳相傳之中。師父靜靜觀察弟子多年，才在某個恰當的時機點破1、2句。也正因為如此，這5個印記你很難在坊間的佛學書籍裡找到完整而系統的整理。今天我稍微說點，不是為了讓某些人對號入座，也不是為了制造焦慮，而是因為如果你身上真的有這些印記，你需要知道那是什麼。你不需要再責怪自己為什麼和別人不一樣，你需要知道的是，你不是有問題，你是有來歷。此刻不妨在留言區寫下一句：願我今生覺醒，不再輪迴。這不是一句口號，是一個靈魂在長夜漂泊中對自己發出的最鄭重的承諾。好，我們先來看一下第1種印記。你有沒有過這樣的時刻？大家都在笑，你也跟着笑，但你心裡清楚，你並沒有真的覺得好笑。大家都在搶，你也跟着搶，但搶到之後並沒有真的覺得快樂。大家都在為房子、車子、位子拼盡全力，你看着他們，心裡冒出一個念頭：這些東西真的有那麼重要嗎？不是清高，是真的融不進去。從小就是這樣，別的孩子在玩遊戲，你坐在角落裡，覺得他們很熱鬧，但你不想加入。你好像天生就知道這些熱鬧是假的，這些快樂是短暫的。你不是不會社交，甚至可以表現得很得體，但那更像是在演戲。俱舍論裡講異熟生，說眾生因為前世業力不同，這一世果報就不同。從天道轉生人道的眾生，在天道裡享受的是微妙五欲，天衣無縫，甘露盈滿，宮殿隨身，那種快樂是人間粗重五欲根本無法比擬的。所以當天人福報享盡轉入人道，他對人間的飲食、男女、名利天然就有一種疏離感，不是不想要，是這些東西对他來說太粗糙了，太短暫了。而從地獄道轉生的眾生情況剛好相反，地獄裡的眾生每時每刻都在承受極端痛苦，他們對快樂這個概念是陌生的，甚至是恐懼的。當他們第一次來到人間，感受到溫暖的陽光、可口的食物，第一反應不是享受，而是不安。這是真的嗎？會不會馬上就消失？所以你會看到有些人明明生活已經很好了，卻始終無法放鬆，永遠在焦慮下一刻會不會出問題。
我認識一個修行者，他說他從小到大最怕的不是吃苦，而是過節。過年、中秋、婚禮，所有需要一家人聚在一起熱熱鬧鬧的場合，他都覺得渾身不自在。不是跟家人關係不好，他很孝順，但只要一進入那種其樂融融的氛圍，他就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。他後來才明白，那種感覺不是孤僻，是他的靈魂對人間溫情這種東西還很陌生。這不是性格問題，性格是可以改變的，疏離感是改不掉的。你可以逼自己社交，逼自己融入，但你騙不了自己。你始終覺得這裡不是你的地方，但我要告訴你，這種疏離感不是詛咒，是禮物，它是出離心的雛形。當然，疏離感也有危險，如果你不明白它是什麼，它會變成抑鬱，變成冷漠。正確的路是接受你的疏離，然後把它轉化為修行的動力。你不需要強迫自己熱愛生活，你只需要承認，我確實和這個世界有一層隔膜，而這層隔膜正是我尋找真相的起點。如果疏離感只是不習慣，那第二個印記則是刻在骨頭裡的莫名的深層恐懼與創傷記憶。生活中不少人一關燈就害怕，或者覺得房間裡有東西，一個人走夜路總覺得後面有人跟着，或者怕水怕火，又或是怕密閉空間，電梯地鐵一進去就覺得喘不過氣。還有的人怕某種動物，比如大象、狗、貓，一輩子從沒有被他們傷害過，但就是碰到了就緊張害怕。這些恐懼不是這一生的記憶，是阿賴耶識裡前世的種子在現行。瑜伽師地論裡詳細描述了中陰身投胎的過程。人死之後進入中有階段，也就是中陰身，最長7749天。在這段時間裡，他會看到各種業力幻化的景象。如果前世造了墮入地獄的業，他就會看到寒風暴雪、烈火刀山。這些不是外面的景象，是他自己的業力投射出來的。入胎的那一刻對中陰身來說是極度驚恐的。入胎經裡講，中陰身入胎時會感受到風刀割身般的痛苦，然後進入母胎，在狹窄的胎宮中承受胎獄之苦。這整個過程都會被阿賴耶識記錄下來，成為這一世最深層的潛意識。而對於從地獄道轉生的眾生來說，這種恐懼更是加倍。地獄道的眾生在漫長時間裡，每時每刻都在承受死亡和重生的痛苦，被火燒死，夜風一吹又活過來，再被燒。這種反覆的極端痛苦會在石田裡留下極深的種子。當他們轉生到人道，遇到與地獄景象相似的緣境，火、水、黑暗、寒冷、密閉空間，這些種子就會現形，產生無法解釋的恐懼。我聽過一個禪修者的分享，他說他打坐的時候經常會進入一種狀態，眼前一片漆黑，然後感覺到極度的寒冷，冷到骨頭裡。後來有一次他在定中看到了一幅畫面，他在一個巨大的冰窟裡，周圍全是冰，身體被凍住了，只有意識是清醒的。他突然明白，這是他前世在寒冰地獄的記憶。你可能會說，這是不是幻覺？佛學不要求你相信，只要求你如實觀察，你去觀察自己的恐懼，去看它的根源，會發現有些恐懼真的不是這一生能夠解釋的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分，這些恐懼不是原生家庭創傷可以完全解釋的。現在心理學很流行把一切問題都歸結於童年，但你去問那些有深層恐懼的人，很多人的童年其實很幸福，他們的恐懼在嬰兒期就已經顯現了，那時候他還沒有原生家庭創傷，人生才剛剛開始。那這些恐懼是從哪裡來的？各位自己想想。當然，我不是說所有的恐懼都是前世業力，也不是說你不需要看心理醫生，該治療的治療，該面對的面對。但如果你嘗試了所有方法，那個恐懼還是根深蒂固，
也許你需要換一個角度。我這裡有個佛門的心法，不要對抗，不用消除，而是看見。當恐懼升起的時候，不要逃避，不要壓抑，就靜靜地看着它，看它從哪裡來，看它在身體的哪個部位。你會發現，當你真正去看它的時候，它反而會減弱，因為恐懼的本質是不被看見的記憶，而更深的對峙是修行。當你通過禪修開發出智慧，看到了無我空性的真相，你會發現那個恐懼的我本身就是虛幻的，沒有一個我在被火燒，沒有一個我在黑暗中顫抖，一切都是時的幻化，一切都是業力的遊戲。那第三個印記是什麼呢？更奇特，就是有些人什麼都不記得，卻天生就會，或者說是在某一方面天賦異稟。你大概率見過這樣的人，他從來沒有學過音樂，但第一次摸到樂器就能彈出旋律；他從來沒有學過畫畫，但拿起筆就能畫出有模有樣的作品；他從來沒有學過佛法，但第一次聽到緣起性空，就好像聽到了一個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的道理，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。我們把這叫做天賦。但天賦到底是什麼？是基因嗎？如果是基因，為什麼同一個家庭的孩子天賦可以天差地別？為什麼有些父母對音樂一竅不通，孩子卻有絕對音感？佛學的解釋是，這叫等流習氣。俱舍論裡講，業有兩種果報，一種叫異熟果，就是你這一世得到的身體、環境、壽命、貧富；另一種叫等流果，就是你前世的習氣在這一世的延續。等流的意思是等同流淚，因是什麼樣，果就是什麼樣。你前世喜歡什麼，這一世還是喜歡什麼；你前世擅長什麼，這一世還是擅長什麼。這些東西不會因為你換了一個身體就消失，它們藏在阿賴耶識裡，遇到合適的緣就會現形。而從其他道轉生到人道的眾生，他們帶來的不只是前世做人的習氣，還有內道的習氣。從天道轉生的人天生就喜歡清淨，喜歡微妙的東西，他們對聲音、顏色、氣味特別敏感，髒亂的環境會讓他們極度不舒服。他們可能天生就有藝術天賦，音樂、繪畫、詩歌等等，但他們也有缺點，容易耽於享樂，遇到一點挫折就想躲。天道的習氣是樂，而這種對樂的貪着在人間會變成一種脆弱。從阿修羅道轉生的人特徵更明顯，阿修羅道的眾生天生好鬥，不服輸，有強烈的競爭心和嫉妒心。你會看到有些人不管做什麼都要爭第一，看到別人比自己好就不舒服。他們往往有很強的能力和領導力，但也活得很累，因為永遠在戰鬥，永遠在比較。從畜生道轉生的人情況比較複雜，從猛獸轉生的人天生有威嚴和霸氣，從溫順動物轉生的人天生膽小懦弱，從鳥類轉生的人天生喜歡自由，對天空有莫名的向往，從狗轉生的人天生忠誠重感情。這些不是性格分析，是等流習氣的自然流露。從惡鬼道轉生的人最明顯的特徵是貪，惡鬼道的眾生肚子很大，永遠吃不飽。轉生到人道之後，這種習氣會表現為各種形式的永不滿足，對食物的貪，對金錢的貪，對感情的貪。他們不是真的需要那麼多，他們是餓，那種深入骨髓的永遠無法被填滿的飢餓感。有一位禪師，他的弟子裡有一個年輕人特別聰明，悟性特別高，禪師講什麼他一聽就懂，其他弟子都很羨慕，但禪師卻對他特別嚴厲，經常罵他。弟子們不理解，禪師說：你們只看到他悟性高，沒看到他的危險。他這是從天道來的，前世在天上修禪定，所以這一世一聽就懂。但正因為這樣，他容易升起我慢，
覺得自己了不起。如果不把他的我慢打掉，他這一世不僅不能成就，反而會因為前世的善根造下更大的惡業。你看，天賦不是禮物那麼簡單，天賦是一把雙刃劍。你天生就會的東西，可能是你前世修來的，也可能是你那一道的習氣。接下來說說第4個印記，是這類人共同的宿命，他們永遠在找一個家，而且知道這裡不是。如果前面說疏離感是融不進去，那孤獨感就是沒有人真正認識你。這兩者不一樣，疏離感是你和世界之間有一層膜，而孤獨感是即使你已經融進去了，即使你有朋友、有愛人、有家庭，你內心深處還是有一個空洞，一個沒有人能夠到達的地方。你可以和別人聊得很開心，可以和愛人很親密，但在某個瞬間你會突然意識到，沒有人真正懂我。不是他們不想懂，是他們懂不了，因為你自己都不完全懂你自己。你心裡有一些感受，一些想法，你找不到語言來表達。你試着跟別人說，別人要麼覺得你想太多，要麼用一些他們自己的經驗來安慰你，但你知道那些安慰都沒有碰到那個真正的點。這種孤獨感和一般人的孤獨不一樣，一般人的孤獨是沒有人陪，而這種孤獨是即使有人陪也還是孤獨。就好像你住在一個玻璃房子裡，外面的人能看到你，能和你說話，但他們永遠碰不到你。還有一種表現是對故鄉的奇怪執念。你可能在一個城市生活了幾十年，卻始終覺得這裡不是我的家。你可能去了某個從沒去過的地方，卻覺得很熟悉，有一種終於回來了的感覺。或者反覆夢到同一個地方，這都是阿賴耶識裡的尋根衝動。你的靈魂知道它不是從這裡來的，它的家在別的地方。佛學上怎麼解釋？這要從因緣說起。我們每一個人在輪迴裡都不是孤立的，有無數的有緣眾生，父母、兒女、朋友、敵人。這些因緣不是這一生才建立的，是過去無數生積累的。兩個眾生如果在過去世中曾經結過緣，不管是善緣還是惡緣，在未來的某一世一定會再相遇。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你第一次見就覺得投緣，有些人第一次見就覺得討厭，而那些在人道裡反覆輪迴的眾生，在人道中有大量的共業因緣，他們可能很多世都在人道裡打轉，做過夫妻，做過父子。所以當他們這一世再來到人道，會遇到很多舊識，會有一種我屬於這裡的感覺。但跨道轉生的眾生不一樣，他這一世來到人道，人道裡的眾生對他來說幾乎都是陌生人，沒有過去世的因緣，沒有共同的記憶，沒有深層的連接。所以你會看到有些家庭裡的孩子和父母完全不像，性格不像，興趣不像，價值觀不像，父母很困惑，孩子也很困惑，不是誰的錯，是因緣就是這樣。你們這一世是家人，但你們的靈魂可能來自完全不同的地方。還有個說法我們常聽到，獨來獨往的人往往是最後一世。什麼意思？就是那些不喜歡湊熱鬧，不喜歡社交，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的人，可能是輪迴裡的最後一世了。因為他們已經厭倦了輪迴中的因緣糾葛，不再需要和太多人結緣，不再需要在複雜的人際關係裡糾纏。他們的業力已經很輕，和這個世界的牽絆已經很少，所以自然而然就走向了獨處。這個說法雖然不是佛經原文，但背後有它的道理。一個在輪迴裡打轉了很久的眾生，每一世都在和不同的人結緣，善緣、惡緣、逆緣、順緣，這些緣像繩子一樣把它綁在輪迴裡。而當他的善根成熟，出離心升起，他會自然而然地減少對外緣的攀緣。不是他冷漠，是他知道這些緣都是暫時的，都是捆綁。
當然，不是所有獨來獨往的人都是最後一世，有些人是因為性格孤僻，有些人是因為社交恐懼，有些人是因為受過傷害。但有一種獨來獨往是心已出離的獨來獨往，他不是不能社交，不是不會交朋友，而是他選擇了獨處，他在獨處中感到安寧，在獨處中找到自己。這種獨來獨往才是那個說法真正指向的東西。我們再來說下第5個印記，是最隱蔽也最關鍵的，它決定了你這一世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人。先問各位善信一個問題，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思考生死的？有些人是到了一定年紀，經歷了親人的離世，或者自己生了一場大病，才開始想這些問題。在此之前，他們覺得死亡是很遙遠的事，他們活着的目標就是賺錢、享受、成功。但還有一些人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想了，可能是5、6歲，可能是在某一天看着天上的雲，或者看着一只死去的蟲子，突然就冒出一個念頭：我會死嗎？死了之後是什麼樣的？別的孩子還在玩玩具的時候，你已經在想人為什麼活着了。別的青少年在追星談戀愛的時候，你已經在看哲學書、宗教書了。別的成年人在為房子、車子奮鬥的時候，你已經在問自己：這些東西我死的時候能帶得走嗎？這並非想不開，而是這種人是想得太早了。佛學上這叫厭離因。俱舍論裡講，眾生能夠升起出離心，走向修行，是因為有厭離的種子。這個種子不是這一生才種的，是過去世就有的。而那些從惡道轉生的眾生，這個種子尤其強烈，因為他們剛剛從極度的痛苦中出來，對苦的記憶太深刻了，所以對離苦的渴望也比一般人強烈得多。從地獄道轉生的人對痛苦有本能的敏感，他們看到別人受苦會感同身受，對安全解脫有強烈的渴望。所以他們遇到佛法，聽到離苦得樂，會一下子就被吸引。那不是知識，那是他們內心深處最強烈的渴望，終於被說出來了。從天道轉生的人情況不同，但結果相似。天道的眾生福報很大，快樂很多，但他們也有一個終極的恐懼——五衰相現。天人在命終之前會出現5種衰相：頭上的花枯萎，衣服變髒，身體出汗，腋下發臭，坐立難安。這5種相一出現，天人就知道自己要死了，要墮落了。那種從極致的快樂一下子跌入恐懼和絕望的感覺，是天道眾生最深的創傷。所以從天道轉生的人對無常有本能的體認，他們知道再好的東西也會消失，他們對永恆不生不滅有強烈的向往。所以你會看到，有些人年紀輕輕就對佛法、對修行、對解脫有強烈的興趣，不是因為他們生活不順利，不是因為他們受了什麼打擊，恰恰相反，他們可能生活很順利，什麼都不缺，但他们就是覺得這些都不夠，他們就是覺得一定有一個更究竟的答案。他們遇到禪修、冥想、內觀，會有一種回家的感覺，不是因為別人告訴他們這很好，是他們自己的身體和心在遇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就認出了他們。這就是修行的早熟。佛經裡有很多這樣的例子，佛陀的弟子中有很多人是初聞即悟的，比如舍利弗，他只是聽了馬勝比丘說了一句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，就立刻證得了出果。比如阿那律，他前世是個農夫，因為供養了辟支佛衣钵飯，這一世就有很大的善根，修行很快就有成就。比如周利盘特，他笨到連一首偈子都記不住，但佛陀教他念掃帚，他就靠着這2個字證得了阿羅漢果。這些人不是這一生才開始修行的，他們是法器，過去世已經修了很多，這一世只是繼續。
他們遇到佛法，就像一個已經學了很多年的學生遇到了一個好老師，一點就通。而那些沒有善根的人，你把佛法放在他面前，他也看不到，看不懂，看了也不信。但我要特別提醒，修行早熟不代表成就，恰恰相反，它也可能是最大的危險。為什麼？因為我慢。一個修行早熟的人很容易覺得自己根氣好，比別人強，別人聽不懂的他聽得懂，別人做不到的他做得到，然後他就生起傲慢心。這種我慢是修行路上最大的障礙。如果你身上有這些印記，疏離感、深層恐懼、特殊稟賦、孤獨感、對解脫的向往，你不要把它當成與眾不同的標籤來炫耀，你要把它當成一個提醒，你得到了一個極其珍貴的機會，你從輪迴的深淵裡暫時爬了出來，得到了這具可以修行的人身，遇到了可以指引你的佛法。這不是理所當然的，這是無量劫的善根和福報成熟的結果。但這個機會是有期限的，幾十年聽起來很長，實際上很短，一眨眼我們就老了。而離世了之後，你要去哪裡？你還能再得到人身嗎？你還能再遇到佛法嗎？你還能記得今天聽到的這些話嗎？不一定，很可能這就是你唯一的機會。好，5個印記說完了，我再重複一遍，這5個印記不是用來對號入座的標籤，不是用來我比你特殊的資本，它是一面鏡子。你拿着這面鏡子照一照自己，看看你從哪裡來，看看你帶着什麼樣的業力，看看你這一世的任務是什麼。你可能5個都有，可能只有2、3個，可能1個都沒有，都沒關係。重要的不是你是不是第一次做人，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做人是為了什麼。有些人在人道裡輪迴了無數次，每一次都在重複同樣的事情，賺錢、享受、生病、老死，然後再投胎。他們就像一個在迷宮裡打轉的人，走了一圈又一圈，始終找不到出口。不是沒有機會，是他們根本不想找出口。他們覺得迷宮裡很好玩。而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来到人道，但他們一進來就覺得不對勁，這裡怎麼這麼苦，怎麼這麼無常？然後他们開始找出口。他們可能找得很慢，可能走了很多彎路，但至少在找，而只要再找，就有找到的一天。這就是區別，不是第幾次做人的區別，是醒着還是睡着的區別。法句經裡有一句偈子：若人壽100歲不見生滅法，不如生一日得見生滅法。一個人活了100歲，如果不知道生滅的真相，那還不如只活一天。但在這一天裡明白了生滅的核心。人生的價值不在於長短，不在於貧富，在於你有沒有在這具人生裡找到解脫的路。如果你身上有這些印記，如果你看完這篇內容之後，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觸動，有一種好像被什麼東西擊中了的感覺，那不是我講的好，是你自己的善根在這一刻成熟了，是你的阿賴耶識裡那顆沉睡了很久的種子終於遇到了陽光和雨水，開始發芽了。不要忽視它，不要說等我有錢了再修行，等我退休了再修行，等我把孩子養大了再修行。修行沒有等的，因為你不知道你還有沒有等的時間，你不知道明天和死亡哪一個先來，也不要把它神秘化。修行不是要你出家，不是要你躲到山裡，不是要你不吃不喝，不食人間煙火。修行是在你當下的生活裡，在你的工作裡，在你的家庭裡，在你的人際關係裡，去覺察，去關照，去轉化你的煩惱。你可以是一個上班族，一個媽媽，一個學生，一個商人，你可以在任何身份裡修行。關鍵是你有沒有那個出離的心，有沒有那個覺醒的願。輪迴裡沒有第二次機會這種事，每一次都是最後一次，因為你不知道這一次之後你還要等多久才能再得到一個這樣的機會。
可能是100年，可能是10000年，可能是1劫，可能是无量劫。而在那之前，你要在地獄、惡鬼、畜生道裡承受你無法想象的痛苦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听到了這些話，如果你心裡有哪怕一點點的觸動，請你不要放過它，去了解佛法，去尋找善知識，去開始修行。不是為了什麼神通，不是為了什麼福報，不是為了什麼提升頻率，升維是為了在你死的時候，你能夠笑着說，這一趟我沒有白來。如果這是你第一次做人，你打算用這唯一的機會做什麼？最後還是老傳統，囉嗦幾句。如果這篇內容讓你有所觸動，請你點個讚，把它分享出去，讓更多在輪迴中迷路的人看到。也許你的一次分享就能點亮一個人的覺醒之路。也歡迎你在留言區寫下你的感受，寫下你身上的印記，或者寫下一句願我今生覺醒。每一句真誠的發願都是一顆種子，種在你的阿賴耶識裡，終有一天它會開花結果。這個頻道的運營需要大家的護持，如果你覺得這些內容對你有幫助，歡迎隨喜布施，所有的布施都會回向給法界一切眾生，願他們離苦得樂，早證菩提。我們下一期再見。